宋元时代历史文化与服装风格简述。公元960年，后周禁军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夺取后周政权，建立宋王朝，基本上完成了中原和南方的统一，定都汴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史称北宋。当时，在中国北部地区尚有契丹族建立的大辽、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等几个少数民族政权。公元1127年，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利用宋王朝内部危机，攻入汴梁，掳走北宋徽钦二帝，国号为金。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南越长江，在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登基称帝，史称南宋。自此，中国又形成南北宋金对峙局面。正当中原地区宋金纷争不已之时，北方蒙古族开始崛起于漠北高原，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，并开始东征和统一全国的行动。成吉思汗及后辈先后灭西辽、高昌、西夏、金、大理、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，进而灭亡南宋，统一全国。忽必烈继位，国号为元。自宋起至元末，共经历400余年。汉族人民与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族人民在400年中各自为捍卫其领土与主权，或是企图扩张统一全国而展开殊死的搏斗，从而产生了许多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。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也非常频繁，只因经济交流的主要渠道是所纳贡赋或领地易主，因而民族之间对于互为吸取有抵制情绪。虽然元世祖也曾采用汉法，但很多政令是通过血腥镇压而得以些微推进的，不似唐王朝在平等友好气氛之中的经济与文化交流。从服装来看，尽管互为吸收，可是基本上仍各自保留其本民族的特点。在对外贸易上，宋元较之唐代为盛，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，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活跃起来。其中主要贸易国以阿拉伯诸国、波斯、日本、朝鲜、印度支那半岛、南洋群岛和印度等国为主。宋人以金银、铜、铅、锡、杂色丝绸和瓷器等换取外商的香料、药物、犀角、象牙、珊瑚、珠宝、玳瑁、玛瑙、水晶、帆布等商品，对中国服饰及日用习上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两宋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理学，理学又叫道学，是以程颢、程颐兄弟与朱熹为代表的，以儒学为核心的儒、道、佛互相渗透的思想体系，学术界称之为程朱理学。宣扬三纲五常仁义为本，强调要存天理而灭人欲。这种哲学体系影响到美学理论，出现了宋，特别是南宋一代理性之美。诸如建筑上用白墙黑瓦与木质本色，绘画上多水墨淡彩，陶瓷上突出单色釉，服装上极趋于拘谨保守，色彩也一反唐代浓艳鲜丽，而形成淡雅恬静之风。当时不少文人提倡服饰上要简练、质朴、洁净、自然，反对过分豪华。这一阶段重点是宋服蓝衫、妃子、朝服中直角幞头、方心曲领盛行，与前代相比有所创新。另外，游牧民族总的服饰特色是左衽、展袖、开叉，便于承起等，因而这一时期的总体服装发展状况比较复杂。宋朝时期汉服形制：一、男子常见服饰。一、幞头与服巾。幞头在宋代应用广泛，不过唐人常用的幞头至宋已发展为硬角，其中直角为某些官职朝服，其角长度时有所变，两边直角很长，是宋代官员服饰的典型特点，有防上朝战班交头接耳之说。虽不一定可信，我们却可以将它作为一种式样，用来辨认宋代官员的服饰形象。幞头另有交角、曲角，为仆从、公差或卑贱者服用；高角、卷角、银叶弓角，以及一角朝天、一角卷曲等是幞头，多用于仪位及歌乐杂职。另有取鲜艳颜色加金丝线的幞头，多作为喜庆场合如婚礼时代用。南宋时即有婚前3日，女家向男家赠紫花幞头的习俗。当官员幞头逐渐演变成帽子时，庶人已不多戴。服巾因此在宋时重新流行，一般文人儒生以裹巾为雅，因可随意裹成各式样，于是形成了以人物、
景物等命名的各种服巾，如筒高檐短的东坡巾，还有橙子巾、逍遥巾、高士巾和山谷巾等。2. 蓝衫与球衣，男子常服中有宋代特点的是蓝衫，两宋时期应用最为普遍。蓝衫即是无袖头的长衫，上为圆领或交领，下摆一横栏，以示上衣下长之旧制。蓝衫在唐代已被采用，至宋最为盛行，其广泛程度可为士者宴居、文人雅士或低级丽人服用，通常用细布，颜色用白，腰间束带，也有不施横栏者，谓之直身或直坠，以取其舒适轻便。对金杯子也为宴居或文人所服用。球衣是由羊、兔、狐、獭、雕等动物皮毛制成的皮衣。《晋书·西超传》即有且北土早寒，三军求贺者少，恐不可以涉冬的叙说。在唐宋诗词中屡见，如苏轼词中锦帽貂裘、千骑卷平冈等。其中一种华美的贵重球衣，谓之鹤氅，早年鹤氅据传为真鹤羽制成，一般为高士穿用，穿着后自有一种超凡脱俗的仪态。此外，宋朝时期体力劳动者大都短衣、紧腿裤、腹鞋、鹤布，以便于劳作。由于宋时城镇经济发展，一时各行业均形成特定服饰，素称百工百衣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有小儿子着白钱布衫，青花手巾，携白瓷缸子卖辣菜。骑士、农、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，不敢越外。相扑果乡人及顶帽、披背、制裤长饰及着皂衫脚带、布顶帽之类，皆是行人辨认的适合色目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绘数百名各行各业人士，服饰各异，姿态纷呈，非常生动。另有僧侣服、衙役服、兵服等，在宋代也表现出趋于规范的态势。2. 女子官服与便服。宋代女子服装一般有如袄、衫、杯子、半臂、背心、抹胸、裹肚、裙、裤等，其中以杯子最具特色，是宋代男女皆穿，尤盛行于女服之中的一种服饰。杯子以直领对襟为主，前襟不施判钮，袖有宽窄两式。衣长有齐膝、膝上、过膝，其裙或至足踝几种，长度不一。另在左右腋下开一长叉，好像有辽服影响因素，也有不开侧叉的。宋时上至皇后嫔妃，下至奴婢侍从、幽灵乐人及男子阉居都喜欢穿用。这种衣服随身合体又典雅大方，裙是妇女常服下上。宋代在保持晚唐五代遗风的基础上，实行千褶百蝶裙，形成宋代特点。裙式一般修长，裙腰自腋下降至腰间的服饰已很普遍，腰间系以绸带，并配有寿环垂下。裙式讲百蝶褶，用料6幅、8幅以至12幅。中施细者，如诗中形容裙儿细者如眉皱。裙色一般比上衣鲜艳，老年妇女或农村劳动妇女多穿深色素裙。汉族虎裤无裆，因而男女都要在外着裙或袍，裙长多及足。劳动妇女有单着和裆裤而不加穿裙子的，应为之坤。宋代风俗画家王居正曾画纺车图，图中怀抱婴儿坐在纺车之前的少妇与称羡老妇，都穿着束口长坤，所不同的是，老妇裤外有裙。或许是因为劳动时需要便利，因此将长裙卷至腰间。这种着装方式在非劳动阶层妇女中基本没有。除此之外，宋女还有西裤与袜子，一钩罗袜素长工不仅是出袜料，而且表明了宋代女子已经缠足成风。两宋名画中杂剧人物也留下缠足形象。鞋子讲究红色鞋帮上绣花，且做凤头形的式样。劳动妇女多数着平头圆头草鞋，天足，以便于耕作等体力劳动。元朝时期汉服形制，如果从服装史的角度看元代服装，印象中一般认为比较混乱。若从历代渔服制研究的视角来看，则应看到这一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，在统治核心思想本身就一直处于矛盾之中，故而使其服装制度同时兼容汉族和蒙古族服装。元代统治阶层在国家祭祀、议事等大型政治活动中，确定汉族和蒙古族两套服装规定同时独立存在，这倒也形成了元代服装的二元制特点。
因此元代的汉族民族服饰大致与宋朝时期相同。接下来我们会简要介绍蒙古族服装特征。一、元代蒙古族人男子服装。蒙古族男女均以长袍为主，样式较辽代宽大。这些衣服的质料主要是动物皮毛，显然与游牧生活有关。男子平日烟居喜着窄袖袍，圆领，宽大下摆，腰部缝以便线，制成宽围腰，或定成排纽扣，下摆部折成密剪，俗称便线袄子、腰线袄子等。二、元代蒙古族人女子服装。女子袍服仍以左衽、窄袖大袍为主，里面穿套裤，无腰无裆，上钉一条带子，系在腰带上，颈前围一云肩，沿袭金俗。袍子多用鸡冠子、泥金、茶或胭脂红等色。女子手服中最有特色的是顾姑冠，也称为姑姑冠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对中国汉服文化的视频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会。